宋朝在大家心中应该是一个文化经济繁荣的时代，和今天相比差不太多。但如果你走在宋朝的马路上，想学文人雅客随心吟诗一首，就要当心了，因为你可能被人一闷棍敲晕带走去割了肝脏。宋代《夷坚志》记载说，福州有一个读书人，少年英才，金榜题名，那叫一个春风得意。湖南县使也看中了他，有意召他做乘龙快婿。在去湖南见岳父的路上，这位少年郎见到一棵高大古木，郁郁葱葱，树荫底下分外凉爽，底下还有一块平整的大石头，供行人坐在上面歇脚。他于是准备在这里歇息一番，让左右随从去周围找点吃的。当随从从店里买完东西之后，树荫底下哪还有少年郎的身影？他们急得到处找，呼叫许久也没有回应，便回去叫店主人一起寻找。店主人这时候脸色一变，仿佛明白什么，带着随从往密林深处找，最后在深山灌莽之间找到了这少年的尸体，被绳子捆得严严实实，肝脏则被割走了。杀人取肝是拿去祭祀所谓冷蒸神的。像这类杀人祭鬼的事情，在两宋300余年的时间里时有发生，全国各地屡见不鲜。他们祭祀的邪神，除冷蒸神之外，还有蛇神、独角神等等。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会没听过这些事呢？其实你一定听过，因为很多真实的事件，经过一代代的口耳相传，已经变成了民间传说，没人会把它当作真实看了。其中有一些故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聂小倩的传说。聂小倩的故事是讲，有个美貌的女鬼叫聂小倩，被夜叉逼迫去诱惑那些年轻小生，趁着亲热时杀掉他们，供夜叉享用。直到遇见一个名为宁采臣的儒生，聂小倩被他的正直打动，不仅没有害他，反将实情相告，最终在宁采臣的帮助下脱离苦海。正巧在宋人的笔记中也有一个相似的故事，是说一个赶考的儒生在湖南郴州一带找人家投诉，正巧遇到一个耕地的农夫。农夫对他说，现在天快黑了，前面那地方有虎豹出没，不适合走夜路，你可以去前头那个村的民居里投诉。于是农夫便带着他来到村子里一个富户家中，房东非常热情好客，说他最崇拜读书人，殷勤款待了儒生。当儒生酒足饭饱，将要就寝之际，却有一女子潜入房中，对他说，这伙人是开黑店的，专门把人骗来杀人祭鬼，我也是一个被他们劫持的良家人。随即女子带书生连夜出逃，跑到县衙告官。官府调查后发现，原来连耕地老农和富户都是一伙的，老农是诱人上当的托，而富户专搞杀人祭鬼的勾当，前前后后已经有数十人受害者。这宋朝崇尚文风不假，就连宋朝人偏爱的祭品，首选都是读书人或者当官的人，称之为聪明人，一个可以顶3；其次是和尚道士，称之为修行人，一可以当2，剩下的才是妇女儿童。所以你要是长得儒雅随和，一看就好像知识分子，在宋朝可要分外当心。为什么宋朝会有这么恐怖的习俗？在以前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杀人祭祀鬼神是普遍现象。2020年4月12日，河南省考古队员在济源柴庄遗址中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他们发现的是一具身首异处的人类骸骨，面朝北方，双膝跪于坑内，两手交叉放在身前，骸骨形状与甲骨文的坎字形状相似，而甲骨文的坎字意思是将人或是牲畜放在坑中的一种祭祀方式。而在殷墟3期考古遗址中，则保留着更恐怖的一幕，这座坑的坑壁陡直规整，里面埋有一具被砍掉2条小腿的尸骨，趴在坑壁上，很可能他被扔到坑内的时候还没有死，甚至试图爬出去，直到以这种姿势被活埋。在去年上映的电影《封神：朝歌风云》中，有一幕令许多观众印象深刻，费翔饰演的商纣王要建造高耸入云的祭祀台，并在台上自焚，以请求上天息怒，不要再降下灾祸了。这不是电影杜撰的桥段，一个真正土生土长的商朝人真的会这么干。商人非常迷信，事事都要占卜，大到今天能不能出兵打仗，适不适合下得插秧，小到今天出门先迈左脚还是右脚，都要听从鬼神的决定。
我们今天熟知的甲骨文就是商朝人用来占卜的文字。而为了取悦神明，让神明保佑，商朝人会为神献上祭品。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的生命就是献给神明最好的礼物。你可能会问，要祭祀的话，让下面的人当祭品就好了，商王为何要亲自自焚呢？首先，祭祀的对象不同，商朝人献上的祭品也不同。如果是祭祀祖先，商人会用极其残忍血腥的手法虐杀一族的俘虏、奴隶，作为一种复仇，向祖先展示一族人的悲惨下场，告慰祖宗先灵。但是在祈雨、祈求丰收等场合，商人就不会用一族做祭品了，他们会亲自下场。在商人眼中，把自己献给神灵是无上的荣耀。考古发现，商朝的一些军官、下层贵族也会成为祭品，他们一般会得到比较隆重、尊敬的对待，不会被斩首或摆成奇怪的形状。于是，在一些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上，由这个国家最尊贵的商王亲身献祭，为神明献上最高规格的礼物，也就说得过去了。传闻商王朝的开国之君商汤就曾亲自做主持祭祀的巫师，焚烧自己来向商朝祈雨。所以《封神榜》中讲商纣王挖出比干的心肝，把伯邑考做成肉羹喂给他父亲吃的故事，应该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只不过我们会觉得恐怖，但在商朝人看来，也许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基本操作。那么人祭习俗是什么时候退出历史的呢？自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之后，商朝这种野蛮落后的人祭习俗就变少了，所有大型祭祀活动也都用的牛羊牲畜和五谷粮食做祭品，就算要人殉葬，也会用陶俑做的人像来代替真正的人。不过官方虽然不再这样干了，民间层面依然偶有保留这些杀人祭祀的习俗。比如在战国时期，西门豹治理漳河，就惩治过当地河伯娶亲的恶俗。河伯娶亲就是选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女，把她沉到河底去当河伯的新娘，来求得河神保佑。后来从魏晋一直到唐朝，民间都偶有传说类似的故事。就唐书就有记载，某地官府在建造府衙大堂的时候，曾杀了一个小孩埋入地下，作为验圣之术，相当于镇宅之物。虽然就唐书指明了这个说法是谣言，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现实中有可能还有个别的杀人祭鬼现象，而且这个习俗一直从唐朝流传到了宋朝。为什么只是零星发生的恶俗，到了宋朝又突然死灰复燃了呢？有专家认为可能和密宗的尸身法术有关系。密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唐代传入中国汉地，其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不少冲突，开元之后逐渐绝迹。但是到了唐末五代，战乱频繁，密宗又开始兴盛起来。而尸身法术是密宗法术系统的重要部分，法术需要人骨、人血、人肉。西藏的密宗佛教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之前，都还保留着这种血腥的祭祀仪式，还会把活人的骨头或皮肤在人活着的时候取下来，做成阿姐骨或人皮唐卡一类的法器。好在中原大地上流传的佛法，绝大多数属于大乘佛教，就是我们熟悉的慈悲为怀、以杀生为戒的那种佛教。同样是宋朝，由于荆州一带的人盛行杀人祭鬼的恶俗，有一个和尚法号愿成，前去劝喻，被朝廷封为紫衣大师。可见中国正统的大乘佛教普遍认为人生只不过是打着神佛旗号的异端外道而已，并相信正统佛法能够降服之。除了这些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宋朝经济比较发达。你可能会疑惑，经济发达也有错吗？错的不是经济发达，而是社会道德的水平跟不上经济的发展。经济发达，投机经商的人就多了，市场大潮潮起潮落，商场风云飘忽不定，风险与机遇并存。想要赚钱发财，总是要靠时机运势。哪怕是今天这个破除迷信、推崇科学的今天，做生意的人家中还是会虔诚供奉一些神龛。而在名利熏心的娱乐圈中，也流传着不少当红艺人养小鬼的传说。在宋朝，这种情况只会更严重，甚至到了为了发财罔顾人命的地步。商人多半迷信，想通过祈求神灵来保佑他们财运亨通，
最好还能一夜暴富。无痛神是宋代的财神，传说是一个独角山魈，如果以人的鲜血祭祀五通神，就能祈求暴富，这是当时民间的常见现象。甚至开封有商人祭祀五通神庙，推开他家里的门一看，一间屋子四面墙壁皆钉上少女婴儿的尸体。读史料读到这里，不由让人触目惊心。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个节目还可以的话，请点击订阅和喜欢，下次我会做出更多有价值的影片，谢谢大家。